爸爸，最近这么多利空的消息，经济又不好，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把手上的股票全部卖掉呢？最近真的有很多不利的事情正在发酵，除了之前跟大家探讨过的美国银行危机、去美元化，还有最近的美国债务危机和越来越大可能会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这些发展真的有可能会对投资市场带来很大的震荡，股灾、楼灾或者债券市场价格出现大规模的崩跌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有可能有股灾而把资金全部撤离或者不投资，我们要做好风险的管理，但是要更加积极的去面对寻找好的股票。就像传奇投资人 Peter Lynch 说的，更多的钱不见掉是因为预期未来有股灾，所以持有现金错失了股票市场带来的红利，这个要比股灾真正发生的时候所蒙受的损失更加的大。另外，因为现金是一定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被通胀蚕食他们的购买力，所以持有现金是一定会输的。那当然，现在巴菲特也好，其他的投资者也好，都觉得投资市场盛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个人也觉得未来投资市场是迎着逆风前进，所以傻傻的无脑定投去买大盘指数的日子也已经是过了。面对未来的投资逆风，我们要做更多的功课。而好消息就是在股票市场跌下来之后，包括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投资的机会，这些机会未来也可以为我们的财富带来可观的增长。所以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下，像李嘉诚、巴菲特这些成功的投资者，他们是如何利用灾难发财的。一般的普罗大众、散户小白又犯了3个很大的错误，使到他们投资的成绩最终是亏钱的。我们如何去避免这3个很大的错误，甚至知道了之后如何可以利用别人的错误使到我们赚大钱，让我们的财富滚雪球。 People doing dumb things, and they do big dumb things, and the reason they do it to some extent is because they can get money from other people so much easier. 所以大家记得要留到最后，一定会收获满满。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过去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咯。回到今天的主题，现在可以让我们担忧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很多。之前也给大家做过不同的分析，主要还是想帮助大家事先做充分的考虑和准备。那万一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有备而战，而不是措手不及。但是我们要记得，未来没有发生，所有的事情发生只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每一件事情它的发生的几率和如果发生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综合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叫未来预期的回报，expected return， 还有不同的情景，要确保最差的情景发生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处理，而不会把我们整副身家沉没。那随着时间的推演，也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分析过的一些灾难的可能性和后果。我个人觉得，现在全世界普遍的投资者是开始悲观了，而这些悲观的情绪导致了一些股票被过分的抛售，使得他们的股价是太低了。就算这些悲观的可能性真的会发生，他们现在的股价还是太低，这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寻宝，而且发现了这些宝藏之后，又要有一个正确的投资心态去把握机会。讲到股神巴菲特，其实他最赚钱的都是在股灾当中最低的价格去捞底，买入大量的优质的股
股票。那他早年的时候也是在银行发生危机的时候，他是用很低的价钱买了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和 Solomon Brothers 所罗门兄弟，这也是让他发掘到了第一桶金，也为他之后在低价买银行铺垫了他的白武士的声誉。在金融海啸的时候，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高盛银行，后来又用很低的股价、很优惠的价钱买入了美国银行。那我们再看一下李嘉诚，他其实也是把握了每一次的灾难，比如说香港在67年有暴动，82年有中英谈判，香港要回归所产生的移民潮和信心危机，到了89年香港的股票和房地产也跌下来，他也是把握了那一次机会，再一次的出手，大量的投资香港和中国大陆。他每一次都是把握到股灾、楼灾这些灾难和经济萧条带来的机会，使到他成为华人的首富。股神邓普顿他说，很多人在预计未来到底是股灾还是牛市，其实这个问题是问错了。他感兴趣的是要知道现在哪一个市场里投资者是最悲观的，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价格最低产的优质的股票。另外一个股神戴维斯也说，在熊市里面赚钱是最爽的，赚了最多的。当然在熊市里面我们感觉不到那种爽，那种开心，但是回看的话，却是熊市和股灾是最好的投资的机会。相反，我们来看一下普罗大众，有不同的研究过中国的 A 股、台湾的股市、香港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发现超过90%的散户长远来说在股票市场是亏钱的。那我们想一想，股票市场长远来说平均的回报每年也应该有10%的，但为什么大众在股票市场反而是输钱的呢？其实他们有以下的3个致命的错误，使到他们到最后是输钱的。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巴菲特、李嘉诚，他们都会去计算他们买入的生意或者股票背后的价值。当这个价格低过价值，最好是有一个很大的折扣、很大的安全边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果断的出手去买，他们是经过计算在行动的。而普罗大众呢，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怎么去评估一个股票的价值，而是听新闻问大师，结果就拿了传媒当中的普遍的意见去做买卖的决定。那这有什么不好呢？其中有一个涉及到的行为心理学，就是我们是更容易吸收一个人讲的故事，而不是去听他讲的事实、看的数据。比如说你在看新闻，如果有一个分析员给你讲很多的数字，中国的 GDP 现在是增长了 4.5%， 中国的出口是增长了 14.3%， 这些数字非常的枯燥无味。相反来说，我们是喜欢听故事。现在中国正在迈向通缩，经济会崩溃，贵州省政府破产了，中国整体要破产了，中国的房地产要破产了，美国要打压了，中国要倒了，台海战争要发生了。这些故事好像讲了他们一定会发生，而我们要记得，所有的事情只是一个几率，他们真正的事实是反映在一个数字上面，而普罗大众不喜欢听数字，所以你听到的大师、新闻采访、表达意见的 KOL， 他们都是在讲故事，而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停的讲下去，就会越来越夸张，到最后，好的故事会讲了过分的乐观，悲的故事会讲到过分的绝望，而大家听了这些故事去做买卖决定的时候，就会使到股价是过分的高，或者是过分的低，所以大众到最后就是在股价非常低的时候，绝望的去止损、抛售、离场，在很高位的时候很亢奋的去追入高价的股票，结果是买在了山顶，离场在谷底，追高杀跌，
变成了散户的致命伤。所以关键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去评估一个股票市场是否很贵还是很便宜，个别的股票有没有被过度的抛售，现在是不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之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坏消息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比如说一家公司它本来值1块钱也卖1块钱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它的盈利跌了80%，那理论上它的价值也应该跌80%，但是因为传媒过度的渲染，投资者过度的抛售，如果它的价格跌了90%，这个时候价值1块的股票变成了价值2毛钱，但是你是用1毛钱来买2毛钱的价值，你是不是还是划算了，半价买了一些价值了？那难的地方就是因为股票市场里面有太多的假设，太多的不明朗的因素，而且每时每刻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所以评估一个股票的价值不是说一条公司就能够做出来的。那普罗大众犯的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是，他们的投资买卖决定受着他们的情绪的影响。大家想一想，大众是如何买卖股票的？他们经常会看着股票的价格的波动，股票在跌的时候，股票在涨的时候，都会使他们心烦意乱。涨了之后想想要不要获利离场，跌了时候又在恐慌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不要止损离场。那投资就像刚才所说的，像打牌或者下棋一样，当你的心已经乱了，那你如何可以战胜你的对手呢？相反，如果你的对手心烦意乱的时候，而你是非常的镇定，还是非常理性的去思考，你的赢面是不是更多？所以要比计算一个股票背后的价值更容易做到的是修炼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心态做到长期安心，那就能够赚取普罗大众输掉的冤枉钱，得到超级的盈利。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可以容易的做到长期安心，得到超级盈利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我准备了一堂公益课送给大家。所以这也带出了普罗大众投资时候的第三个致命错误，就是他们没有学习过投资就去买卖股票，结果他们的方法全部用错了。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扑克牌，下桌去跟人家的高手去打牌，结果是一定会输钱。好消息就是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90%的普罗大众都是散户，都是没有学过的，大家都贪图免费的午餐，希望进入某些群组，某个大师可以给免费的股票号码名牌，你照着买就可以发达了。天下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免费的午餐，还有人要工作吗？所有东西都是要学习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家长跟他们的小孩子说啊，好好的学习啊，做个医生，做个工程师，以后就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赚大钱啦。工程师要不要学？医生要不要学？那么股票呢？跟医生、工程师不一样，医生和工程师都有退休的一天。我们今天看看巴菲特和他的拍档 Charles Munger 90几岁还可以继续投资股票，股票给我们的回报随着时间做我们的朋友，复式的增长可以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一辈子的财富，滚雪球越滚越大，赚钱到最后要比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学历和工作赚的钱要更多，而且更轻松。未来真的有很大的机会，有股灾或者是股票市场的波动，我们不是等到股灾发生的时候才去寻找机会，我们要事先的装备好自己。那股灾发生的时候，外面几千个股票，应该起码有5个股票被市场过分的错杀，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如果能买到5个超级被市场错杀的股票，等到这个股灾过后，
股价反弹的时候，或者这些优质的股票继续成长，他们的股价也会反映出他们背后的成长。我们只要能把握到几个机会，我们的财富应该已经非常的丰盛了，够我们财富自由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装备自己。股灾不可怕，而且一定会发生，历史一定会重演。巴菲特也不是最后一位股神，你会不会是下一位股神呢？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下次再见。